最近听说淄博烧烤又火了，那没得说，来了不能光吃不逛。所以我今天推荐一个淄博当地的很大很气派的非常值得逛的大型博物馆，它就是齐文化博物馆。此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面积高达 3.5 万平方米，空间非常宽敞，且收藏了3万余件文物。它于2016年开业，我2019年1月去的时候还要30元门票，现在是免费的。而以下大部分素材都是我2023年8月拍摄的，少部分是2019年拍的，正好现在把它拿出来供各位参考。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背后这个地方就是山东省淄博市的齐文化博物馆，待会儿咱们就来一起好好的逛逛这儿。如果要是从张店区出发去齐文化博物馆的话，顺着林子大道往东开几十公里就到了。2019年这条路超级清静，但去年去的时候车明显就多了不少。下车后我们能发现，齐文化博物馆位于一个博物馆聚落中，它是常开的，其余的博物馆都是薛定谔的状态，指不定什么时候开。旁边有个足球博物馆也是常开，我们改天单独说。现在我们按照指示牌的箭头走向齐文化博物馆的入口，能发现它的全名叫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我们从大门走进去，能第一时间看到巨大的浮雕海带奇峰，在安检口的附近还能看到储物柜，附近有盖章打卡的地方，还有纪念章售卖机，以及一个研学区。不研学的时候，这就是游客休息区。从这里租用讲解器的话，押金200元，费用20元。另外还有个卖淄博烧烤文创冰棍的地方。介绍完了布局，我们开始看展。一楼有2个主展区，我们首先走进泱泱齐峰一展厅，然后能在这边看到齐国君王世系表，早先是姜氏齐国，到战国时期就逐渐变成了田氏齐国。另外这边还展示了齐字的演变，这其实是一个象形字，齐指的是整齐的麦穗，所以早期的齐字就是麦穗形状的。然后进入先齐文化单元，这里记载的是从史前时代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时期的齐地历史。早期的石器时代文化仍然与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息息相关，著名的太昊和少昊便是这个时代的部族领袖。夏商文物里这个青铜钺的造型很奇特，以前是斩首的凶器，如今则是文博表情包里的常客。下个单元是西周之齐，姜尚因为立下大功，所以被封在了齐地，但就职没那么顺利，是杀掉了一些竞争者才正式上位的。入驻齐地的姜氏一族基于靠海的环境，大力发展捕鱼主盐的产业，这使得齐国的商业逐渐发展了起来。再下个单元则是春秋霸业，这说的当然是齐桓公重用管仲，使得齐国称霸的那段往事。管仲也是发展商业的一把好手，发达的经济便是当时齐国称霸的重要基石。而那个历史阶段留存至今较为完好的墓穴便是刘家村墓地，它是于2011年被抢救性挖掘出来的，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随葬品。下面我们进入泱泱齐峰2展厅，这里展出的仍然是齐国的春秋历史。在这个阶段，齐灵公派大将晏若灭了莱国，两国的具体位置如图，图片来源于淄博文旅。距离淄博不远的莱芜亦和莱国移民渊源极深，具体详见水经注。灭莱大将晏若的儿子晏婴则成为了齐国的3朝元老，也是名垂青史的一代名臣。在这个历史阶段还发生了孔子在齐文韶3月不知肉味的故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后劲儿大。看来这个韶乐不简单呢。后半处比较抢眼的地方是河崖头东周驯马墓的场景，这个看起来很壮观，墓主推测为春秋时期的国君齐景公，也就是级别高的人才能享有这样的排场。至此我们就看完了1楼的2个主展厅，下面我们奔向1楼的另外3个展厅。走进1楼的考古厅，率先看到的就是山王庄兵马俑，这是2007年于临淄区山王庄村出土的文物，累计出土的文物多达516件，具体则包括陶楼、车马、陶俑等物品。如今我们看到的场景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墓主的身份目前不能确定，但必然是非富即贵。看旁边的墙壁，这里用声光电的方式对这些文物进行了介绍，这些现场版的资料当然比我的讲解更齐全。下一个看点则是临淄金岭1号东汉齐王墓，这是1984到1985年于临淄区金岭镇的乙烯厂里出土的砖墓，墙上有复制的木砖，可以摸个手感评测一下。这个墓的主人就是东汉的齐王刘石，但出土的时候墓已经有被盗掘的痕迹了，不知损失了多少文物。最后则是后里文化遗址半地穴式房屋的展示，有的是典型的半地穴式房屋，边上还有支屋顶的洞，
有的则是制造陶器的陶窑，猜测下边大洞是烧火的，上边小洞是通风的，感觉上边应该还有盖子，这样才能闷烧，但不太能确定。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考古厅，然后我们进入1楼石刻厅，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展厅。我们先进入佛教造像区，这边的佛像只有少数是完整的，大多数则是无头佛像，至于头都去哪儿了就不清楚了。然后进入画像石区，这些汉代的石羊如今只能勉强辨认出轮廓，这些也是墓中的随葬品，推测为明清石像生的前身。说来那个时代，羊这个动物还是挺受欢迎的。你看当时的画像石上也有很多羊元素，可能因为羊祥谐音的缘故，这种动物便有了好的寓意。看完这些别着急走，博物馆1楼外边还有一大堆露天石刻呢。看这2尊宋代石翁钟，经常看古墓的朋友对这东西一定不陌生，而其他石刻也和室内的那几类相差不大，随便看看就好。最后我们来到1楼的临展厅，当时陈列的是西泠印社主题展，因为2023年正好是西泠印社成立120年。关于西泠印社我以前就知道个名字，借着这次机会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研究金石篆刻的组织。眼前我们看到的则是西泠印社236位已故社员的经典书法作品，而且是在淄博当地的字砚上进行了呈现，这也是西泠印社和淄博的渊源所在了。现在我们看完了1楼，登上2楼，走进泱泱奇峰3展厅。话说这个馆的青铜酒器挺多，甚至都能单独开个酒器展厅了。而看到这件名叫七尊的酒器，我瞬间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地狱笑话，说的是一个不懂装懂的土豪拿外形像西尊的虎子当酒器，然后把客人恶心的够呛。而这些青铜器所在的背景则是战国时期，这时候的工商业以及农业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发展得益于铁制农具的发展，是工具的进步带来了更先进的生产力。工商业的发展则会在钱币类文物上体现。看这边的货币种类就非常丰富，有贸易才会发展出货币，有跨国贸易才会出土各国的不同货币。在这个阶段，齐闵王因为骚操作太多，把人得罪了个遍，最后遭遇5国攻齐，几乎亡了国。之后虽然靠田单的火牛阵复国了，但齐国就此一蹶不振，最终被秦国吞并。之后进入秦汉时期，虽说汉朝仍有齐王，齐文化也在延续，但史书中并未分给他太多的篇章，而齐文化自身的历史终归是走向了衰退。然后我们走进泱泱奇峰4展厅，这里的主题叫煌煌齐都，算是给之前的全部篇章做了一个最终的总结。这里的文物不一般，看这几瓶小绿酒，这是战国时期的酒，居然留存到今天了。据说这个酒醇香扑鼻，不知道谁能替我尝一尝。而稷下学宫被放在这个展厅介绍，那就不稀奇了。稷是齐国都城临淄一处城门的名字，稷下指的则是这个门的附近。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最早的政府智库。而这个展厅让我印象更深刻的地方，则是临淄齐都古城模型。可惜我2023年去的时候，它没有开店，只能口头描述一下2019年的体验。如果走近它，原有的灯光会渐渐熄灭，然后各个小木屋里的灯火逐渐亮起，整个临淄城也进入了夜晚。之后小屋里的灯火熄灭，鸡鸣犬吠之声响彻远近，顶端的灯光则再次亮起，古都临淄的又一天开始了。而我们也在1000年的岁月间穿越了一个来回，希望未来能重现这份精彩体验吧。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全部的古代史部分。现在我们进入2楼的齐文化廉政教育基地，这里文物不多，是以声光电展示为主，知识牌子展示为辅，内容就是廉政主题内容。你看这打卡区多漂亮啊！然后我们进入党史区，这是以中共1大为起点，临淄区为地标所讲述的党史内容，所以比起省博和市博的同类展区，这里还是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临淄区齐文化博物馆的全部展厅。我去的时候3楼没开，不知道现在开了没有。看完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齐文化实际上只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兴盛过，等到了秦汉之后，山东一带就轮到鲁文化占上风了，到现在也是如此。不过从去年夏天算起，淄博这座城市渐渐有了兼容齐鲁优点的样子。愿如今的淄博能把临淄当初张媚成音、挥汗成雨、比肩接踵的盛况长久地维持下去，那便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了。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